奶奶吃饭前要先挤一勺洗洁精，接着放进鱼汤里，搅拌搅拌，直接喝了起来。记者闻了一下，满满的肥皂味，奶奶却吃得非常香。这还没完，喝完汤，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，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，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大家非常不解，为啥要吃洗洁精呢？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，如果要吃的话，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，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。不得不说，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！饭后，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，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。奶奶说，年轻的时候穷啊，工作又累又苦，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。偶然的一次，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，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，听天由命吧。没想到啊，这下不仅没死，胃还不疼了，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。大家带他来医院检查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胃里竟然没事，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，如果胃痛的话可以吃药缓解。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。2周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，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，要相信科学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再次回访，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，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猫有个怪癖，连医生都大为震惊，它1日3餐只吃泡菜，而且必须要够辣，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，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。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，给它做了个泡菜拌饭，但小白很挑剔，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，1粒米饭都没吃。主人说小白是流浪，主人也很听话，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，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没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，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，做个正经猫咪吧。这座老房子会不停地分泌黄色液体，流得满地都是。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，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，用年糕蘸着液体，吃得一脸享受，甚至有人趴在地上舔食，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，说这液体能包治百病。听到此话，一旁的大叔也忍不住了，喝了一口后却一脸嫌弃，神秘液体越流越多，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。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是3条，屋内2条，屋外1条。液体已经对这座老房子形成了包围之势，让大妈如此疯狂的液体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找来专家，用热像仪一测，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，这就很反常了。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，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液体流淌的痕迹，有些液体都凝固了，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，颜色也变得深沉，不知道液体是否具有腐蚀性。观察了半天，发现所有液体都是从一个缝隙里流出来的。专家壮着胆子把手伸到里面去抠，却抠到了一坨湿哒哒黏糊糊的东西，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。下来仔细一看，这不就是蜂巢吗？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。看到这一情况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大妈表示，我说怎么吃起来有点甜呢？但为什么满是蜂巢的屋子里却没看见蜜蜂呢？专家表示，可能是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，环境非常嘈杂，久而久之蜂群不能安稳工作，最后不得已弃巢了。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伤感，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了可咋办？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，就在她拔牙回家后，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的，足足有20颗，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。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，仔细一看差点吓死。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类牙齿吗？牙医看了一眼，说不仅是人类牙齿，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。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，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，从形状上判断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，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。一听说是乳牙，大爷很不理解，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，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？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？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。10号这天，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，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，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，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。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接着来到牙医诊所，调出了监控，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这房子是他们租的，1年前才搬进来的，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。大家瞬间醍醐灌顶，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。接着联系到了房东，一问才知道，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他上班要随身带着一管绿色调料，没事就赶紧拿出了舔2口，说这东西能让自己变强壮，喝水也要挤上一管，摇一摇就变成了绿色的。接着一口闷了。吃饭时他只是在海苔上放了一勺这东西，朋友们却都避之不及，都不想吃，那只好自己吃了。看起来呢非常美味。很快老板又端上来一碟，才知道这东西原来就是芥末。老板说现在只要看见他来店里，就要提前准备芥末。说话间，他在生鱼片上又放了满满1勺芥末，整个吞了下去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说完全没有感觉。朋友觉得这可能是假芥末，决定尝一下，这也没什么呀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喝汤的自然也少不了芥末，那小魏挠一下就上来了，米饭也要来上满满1管，再加点配菜，一份绿油油的芥末拌饭就做好了，吃的那叫一个干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再后来呢，他吃的越来越离谱，直接在生肉上面抹芥末，
说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样。朋友听说他喜欢吃生肉，还特意准备了生鸡肉。大叔也不客气，挤上芥末，直接送入口中。大叔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？果然，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比普通人低20%，所以他对于辛辣不敏感，而且还发现他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再吃下去的话，就只能准备吃血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姐是吃鲱鱼罐头长大的，什么臭她就吃什么。她尝试过吃屎，但是不喜欢啊，因为不够臭。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。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，那就是新鲜空气。和朋友聚餐，朋友想要挑战一下，夹起一块鲱鱼，刚放进嘴里就止不住的呕吐，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。不一会儿，自己就干完了一盘鲱鱼。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鳐鱼，因为鳐鱼比鲱鱼还臭10倍。节目组邀请了几位鳐鱼爱好者来到鳐鱼发酵车间，门一打开，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，怎么给你形容呢？狗闻了都嫌臭，熏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，大姐却直接贴着鳐鱼闻了起来，越闻越上头，好想吃一口。不仅如此，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，做菜要加5勺盐，半斤辣椒面，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。那她为什么会这样？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，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，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，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。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，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，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，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。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，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，味觉也在退化，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。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。大姐是养老院护工，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，因为闻不到气味，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优势。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但是要说吃的奇葩，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，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，并不是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师。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呢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记者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真实。这种食物呢就是蓝纹奶酪，蓝纹奶酪。这家意大利工厂仍然使用古法制作，能动手的尽量手动完成。每天早上，农场都会送来新鲜牛奶。一开始呢，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约20分钟内，牛奶就会变成凝乳，看起来呢像一个巨大的豆腐脑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块，接着呢，把这些切好的小块装进圆形模具中，每个桶上都有编号，这相当于它的身份证号。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，每个模具每天都要来回翻转4次，来帮助凝乳沉淀。静置1夜后，奶酪成型，开始腌制。机器会在奶酪表面均匀撒上1层盐，随后呢再次送入储藏室。储藏室里温暖潮湿，这有利于奶酪中的霉菌活动。质检员会随机检查发酵情况，一般经过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们转移到冷藏室中。在这里，每一块奶酪都要被扎上100针，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奶酪内部，使其长出标志性的蓝色纹理。时间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。根据口感的不同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个月，直到表面发霉变臭。质检员把洛阳铲插入奶酪，轻轻转动就可以把内部的奶酪带出来，通过气味和口感来判断奶酪是否发酵完成。2个月的蓝纹奶酪还比较柔软，味道呢类似3天没洗的臭袜子，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。放置3个月的奶酪就已经变得很硬了，内部的蓝色纹理清晰可见，味道呢也臭得很正宗。记者忍不住尝了尝，成熟的蓝纹奶酪是高档餐厅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时候来上一点，臭烘的得劲儿。这是一种用脚踩出来的酒，好不好喝全凭脚法。这个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酿酒工艺，生产过程呢一言难尽，竟然还需要蚂蚁的帮助。这种酒呢就是腰果酒，也叫芬尼酒，不是很干净，但是很香。每到腰果成熟的季节，他们每天都会去捡掉落的腰果，收集完成后需要一个个的取出种子。这种生腰果可以卖给工厂进行烘烤加工，就成了我们平时吃到的干果。剩下的果肉呢就用来制作腰果酒。第一步榨汁，这是个体力活，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。大叔穿上裹满泥浆的靴子，站在里面就是一顿猛踩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是他的独特脚法。他的脚步又快又密，保证每一颗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。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净净，就这样一搅一搅，果汁混合的泥水以及汗水流进了容器里。之前他们也尝试过用其他方式榨汁，但最终发现还是用脚踩的好喝。其实呢，现在好多了，之前都是光脚踩，据说呢会有一种独特的风味。为了尽可能的榨干果汁，他们还会把果肉堆积在一起，用绳子绑起来，然后在上面压上几块石头，就这样静置1夜，挤出最后一滴果汁。剩余的果肉残渣就会拿去喂牛。收集到的果汁要先用纱布过滤一遍，去掉大块的果肉杂质，然后呢将果汁静置发酵2-3天，直到发黄冒泡。接着呢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蒸馏。把发酵好的果汁倒入锅中，锅上面再套上一个桶，随后呢用泥巴封口。这些泥巴也不是普通的泥巴，而是来自附近的蚂蚁窝。这些泥土呢粘度大，有很好的密封性，
接下来就是加热蒸馏，这一罐大约要持续加热8个小时。蒸汽通过管道进入装满水的水箱，冷却后的蒸汽就成了酒。不过现在的酒精含量还比较低，他们会将其重新倒入锅中，然后再蒸馏7个小时。就这样，经过多次蒸馏，就得到了腰果酒。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约在40%左右。他们还会通过观察酒花来判断腰果酒的品质。如果气泡很大，并且可以快速散开，就说明这次酿制的非常成功。这种酒呢，在印度十分受欢迎。他们认为只有这种用脚踩出来的酒才是最好喝的，干净又卫生啊。大叔每次开车必须要带上1包白色粉末，等红绿灯就赶紧拿出来舔2口，说这东西能救命。吃饭时大叔只是喝了1碗汤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往汤里加了满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饭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水里竟然也加了1勺。话说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决定尝一下，一口下去差点被送走，才知道这粉末原来是味精。同事觉得他有病，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脸傲娇，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自己喝醉后，原本想去厨房弄一杯糖水，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，没想到却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来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说自己不仅没事，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还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他患有一种叫做布尔格氏的罕见疾病，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死，而自己20年来却没有事。他认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恶化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。检查发现他得了严重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还导致了糖尿病。也就是说，味精对他的病情不仅没帮助，反而还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须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叔表示，那这样自己的快乐就没有了。不过为了健康，自己会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让我们祝大叔早日康复吧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家客厅成了墓地，每天早上都会出现上万只死掉的蜜蜂，蜜蜂尸体能装满3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啊！就算把纱窗打开，蜜蜂也不走，好像屋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。主人也是惨啊，被蜜蜂围攻，蛰得满头大包啊！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震动，还会传出一种怪声啊！没办法，晚上只能睡在卧室的帐篷里。然而邻居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附近呢也没有养蜂场，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偏偏选择他家？他家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蜜蜂吗？真的奇怪啊！第2天，节目组再次上门，主人说今天死掉的蜜蜂很少。工作人员敲了敲天花板，里面也没有发出嗡嗡的声音，难道是一夜之间都死了？节目组用热像仪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温度，决定打开天花板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找来了专业养蜂人，一打开就发现一个硕大的蜂巢，蜜蜂也都活着，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原来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蜜蜂会扇动翅膀来通风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之所以现在蜜蜂安静下来，是因为天气降温了，它们1年只能生产出1个蜂巢，现在有6个蜂巢，说明它们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那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给蜜蜂搬家，最后还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主人说这就算6年的房租费了。然而下面村庄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每到凌晨1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。村长说，声音是从半年前开始的，每到凌晨1点就会准时响起，一直持续到早晨不戴耳塞根本没法睡觉。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有村民认为是之前开山采石动了龙脉，而节目组却认为是锅炉的声音。但村长说自己早就检查过了，锅炉一切正常。节目组继续寻找声音来源，这时一个类似的声音传来，来到屋内才发现是缝纫机的声音，但声音非常小。缝纫机表示这个锅我不背，那难道是管道施工惹的祸？但施工队表示从来不会在凌晨施工。一时间关于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越来越灵异。又来到了凌晨，节目组全体动员，在村中各个角落寻找声音来源，还安装了声纳设备来监控。不一会儿，声音准时响起，大家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，正是锅炉所在的位置。声纳设备也检测出声音就来自村长家的锅炉。这就很尴尬了，村长还是不肯相信，明明自己检查过的。锅炉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锅炉上一个电磁阀产生了滑动，导致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完毕，村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同样在凌晨出现诡异声音的还有下面这个公寓，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候是玻璃球掉地上的声音。
声音是从5年前开始的，每天持续4个小时。声音出现时，整个房间都有回声，墙壁都会震动，很多人都无法安心睡觉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。有人干脆在外面租房住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。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又来到凌晨4点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1小时过后又变成了玻璃球滚动的声音，声音竟然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啊，地铁站声音也才81分贝。工作人员发现用铁锤摩擦瓷砖产生的声音和玻璃球掉落的声音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想找到这个人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，但是1晚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声音，连续几天声音都没再出现。其实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了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采访过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，这下都能安心睡觉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师。然而有过人之处的不止他一个。下面这个小男孩也很特别，12岁男孩长了一对翅膀，稍微活动一下，感觉翅膀随时都能起飞。脱掉衣服，翅膀轮廓清晰可见，还可以自由地控制它，翅膀合起来都能夹碎鸡蛋。然而拳击馆其他孩子并没有他这种情况，他曾经是个小胖子，3年前开始减肥，瘦下来才发现肩胛骨很异常，父亲刚开始很担心，以为是脱臼了。他曾经也自卑过，为此开始练习拳击，现在已经是个有3年经验的拳击手了。教练说他看起来很娇小，但是很猛，比他高比他壮的都打不过他。难道是因为有翅膀才这么厉害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，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表示他肩胛骨周围的肌肉发育不正常，非常松弛，这使得肩胛骨异常突出，看起来像是翅膀。然而打拳击最重要的就是背部力量，肩胛骨周围肌肉要强，所以他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拳击，但是他非常努力，克服了自己的劣势，还获得了很多拳击奖牌。朋友也说他的拳头比其他人还要强，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。但是医生建议他暂时停止打拳，趁着年龄小，要马上进行矫正。拳击要靠背部发力，把背矫正好，才能更好的出拳。我感觉小弟弟还是蛮励志的，虽然他没有真的翅膀，但下面这个真的有翅膀。他每天带着一只鸡上学，鸡会乖巧地窝在他肩膀上听课，听懂了还会打个鸣。主人上课走神，鸡还会叨他一口。他每天会带不同品种的鸡，所以大家也见怪不怪了。他对鸡的痴迷程度无人能及。家里还有个养鸡场，各种稀奇品种他都有，有来自荷兰的杀马特鸡，据说一只能卖好几万。哎，你别说，看起来还挺可口的，可爱的。还有来自泰国的战斗鸡，来自英国的矮脚鸡，甚至有来自中国的大盘鸡。一共有200个品种，来自全世界各地。这里的鸡会因为语言不通经常打架，有的鸡5点打鸣，有的6点、7点、8点，这让他很苦恼。这些鸡全部都是他一个人照顾，他亲自给鸡做饲料，还会给杀马特鸡理发做造型。此外，他还成功培育出了新品种。节目组邀请了一位鸟类专家，专家看到都震惊了，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只鸡，好多品种专家都没见过。他还要给专家科普，专家叹为观止，直夸他专业。鸡被他养得像狗一样听话，随叫随到，走到哪跟到哪，还会一起荡秋千。他的梦想是有一座自己的山，然后在山上专门养鸡，还真是个伟大的梦想啊！不像我只会吃鸡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姐上厕所从来不用纸，必须用纸的话，就要把用完的纸留着，下次继续用。用完的卫生棉也要洗接着用。为了省水，马桶要攒1天，睡觉前才会冲1次。28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，短裤都是30年前趁降价买的，松紧带已经没有弹性了，没关系，用夹子夹上照样穿。袜子都穿到脱丝了，变成了薄薄一层。短袖从小穿到大，上面全是洞。他还说希望再穿个20年。洗发水也是各种免费试用装。洗衣服用洗衣机就太费电了，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里，洗完澡顺便就把衣服洗了。我觉得这样还是浪费，应该把洗澡水收集起来冲马桶才对嘛。家用电器都是用优惠券兑换的，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气费，他把家里燃气停了，只要花钱一切免谈。很多人觉得这样省钱完全没必要，你再省也买不起房子啊。哎，人家买了市中心的房子，还还完了贷款，家具全是垃圾箱里捡的，别人丢的瑜伽垫被他捡来当床。然而像他这样节俭的人，却准备请朋友来家里做客，那自然要提前准备了。首先要打扮一下，剪个美美的发型，剪刀还是上学时室友不要的，听说有家店在清仓处理，他决定挥霍一次，看中了一件10块钱的衣服，还想让老板再打个5折，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币。老板说我这都打5折了，要不送给你吧。那太好了，我先把钱收起来。接下来就是给朋友准备晚餐了。只见他来到垃圾桶食物，
好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他却把从垃圾桶捡来的食物端上了餐桌，朋友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食材，小心翼翼尝了一口，表情复杂，又尝了一口，直摇头。另一个朋友说有那么夸张吗？一口下去一言难尽，问他食物从哪来的，大姐嘿嘿一笑，笑得朋友惊慌失措。不会吧不会吧，这也是捡的。朋友顿时肠胃翻滚，冲进了厕所。大姐贴心的说马桶没冲过，味儿可能有点大。这样好了，朋友吐得更厉害了。这还没完，大姐还要请朋友吃餐后甜点。朋友发现蛋糕已经被人咬过了一口，很明显也是捡来的，碍于面子还是决定尝一尝。确实不新鲜了。朋友打开冰箱找水喝，发现冰箱铺了一层报纸。大姐解释说捡来的食物有的包装比较脏，所以才铺上了报纸。朋友一听，那算了吧，我还是憋着回家喝吧。没一会儿朋友便离开了，以后估计不会再联系了。但我觉得大姐至少还挺坦诚的，其实她变得极度节俭也是有原因的。大姐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，本以为一辈子衣食无忧，没想到后来竟然失业了，这让她有了危机感，于是学会了省吃俭用的生存之道。据说每个月都能省下4000块，房贷都还完了。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为啥没买房子了。好了，我是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。富二代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竟然是为了减肥。看到他们之前的照片，我都惊呆了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编制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呢，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，增加口感。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再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。怎么说呢？刘墉都吃不下去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呢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的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呢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还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据说两人就是翻垃圾桶时认识的，工作人员对他们的食物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他们吃的食物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呢却毫不在意。但节目组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闻了一下却连连摇头，鼓起勇气尝了尝，直接跑出去吐了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了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甚至死亡。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，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。减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纲目嘛。